请坐。啊，园子不错啊，你弄的。是啊，凑合吧。我们公司现在是创业阶段，很多创意还没条件呈现呢。我是珠宝商，最近设计出一套镶钻的首饰，准备做上市前的推广。哦，珠宝商。我的文案想了一个故事，我想听听你行家的意见。啊，那当然应该了，说来听听。有一个有钱人和一个穷小子，同时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公主。他们知道公主喜欢这套首饰，为了赢得美人心，有钱人送了她全套的首饰，而穷小子拼命地赚钱，却连一个小小的项坠也买不起。不过最后，公主被穷小子的精神所感动，还是选择嫁给了他。你是嫁给项链啊，还是嫁给我？不。小梦，你根本就不爱他。你觉得怎么样？感人吗？不感人，俗不可耐。哦，怎么个俗法？100个电视剧，100个结局都是这么演的。电视剧可以扯，广告不能这么扯，肯定不行。哦，为什么？广告如果这么一扯，反倒变成穷小子的精神是重要的，那你想要宣传的那个珠宝，不就变成陪衬了吗？那要是让你编个故事呢？故事还是这个故事，结局变一下。你是说，就是让公主选择有钱人？哦，这会不会有导向问题？你是赚钱还是做公益啊？有钱人怎么了？有钱人就不能有真爱吗？哼，有钱人难道就该死吗？荒唐！请记住，广告不是电视剧，广告是生活。当所有人都以为公主会选择穷小子的时候，咱们偏偏让她选有钱人。对，有点道理啊。你放心吧，当你这个广告推出以后，所有那些深受电视剧毒害的女孩们心里一定会想：我才不会像这些人这么拜金呢。当你的广告让人产生了道德上的优越感的时候，你的珠宝就让人记住。对。你果然是不同凡响啊！啊，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请说。我说个假设，你要是那个穷小子，而且非常巧的是，真有个公主喜欢你，你会接受吗？这个假设有点问题。第一，公主爱上穷小子，这是成人童话，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第二，如果公主爱上我会搞清楚，她是神经病，还是心血来潮。毕竟这种白雪公主爱上猎人的故事，还是不太靠谱。爸爸想你呀！你老是给我惊喜，快坐下。等一下。有点小吧？还不错嘛。我还以为您不可能会来找我的呢。为什么？我申请开分公司的时候，您的意见那么大，我还以为我要把你扫地出门呐？差不多吧。还是那句话，作为董事长，对你的做法我确实很生气。不过你既然那么坚持，作为父亲，我就得无条件支持你。我知道。这段日子你辛苦了。不会，我不辛苦，爸爸。女孩子家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啊！你看，
看你都瘦了。是吗？啊，那我就当是您夸我漂亮了。跟老爸还这么贫嘴。白刚老说要和你一起吃饭，待会儿一起吧。下午还要工作，简单点就好了啊。啊，那我给他打电话。哦，对了，把那个马良也一起叫上吧。您怎么知道他？哦，我一到荣城，你们这个圈子里全在说马良，我想见见这小子，认识他吗？认识，我帮你约他。喂，喂，我是叶曼丽。你闲得慌？什么事儿？中午有空吗？一起吃饭吧。哎，先说好，我可没钱啊。是这样，有个上海来的大客户，我想介绍给你认识一下。也就是说，你请客是吧？对啊，你来不来啊？要吃西餐啊，你收拾收拾自己，啊。哼，收拾个头啊！就这样。叶伯伯啊，荣城不比上海，这就是这儿最好的西餐厅了。叶伯伯，你随便点。哎呀，白总，你太客气了。马良，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海来的大客户，叶氏公司的叶董事长，也就是我的父亲。爸，这是马良。我说个假设，你要是那个穷小子，而且非常巧的是，真有个公主喜欢你，你会接受吗？小伙子看着很眼熟嘛。你好，叔叔好。马良，你怎么了？我爸不会吓到你了吧？好，坐。没想到这神秘客人就是马良啊。我们刚好在点菜，你自己看吧。服务员点菜。好的。您要点什么？我要柠檬草蒜香虎虾，好，配玉米粥。给那位老先生一份澳洲牛排，配土豆泥。我们都上南瓜汤。Frank，酒你来定吧。好。来一瓶06年的波尔多红酒。好。我要一份煎鲑鱼和培根，然后配米饭，汤要三文鱼土豆汤。好。那先生您呢？啊，有鸡吗？对不起，您说什么？哦，鸡肉。哦，您翻的那一页就是。哦，那就这个吧。热那亚鸡，您真的确定吗？对，我喜欢鸡。那汤需要什么汤呢？汤？哦，对，有疙瘩汤吗？没有。这都没有，那就这个吧。好的。马良是本地人吗？土生土长，穷小子。看出来了，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们早就死了。爸。对不起。听说你是学美术的。对不起，我去趟洗手间。爸，你查户口呢？问的这都是些什么呀？长辈问晚辈有什么不可以的？你怎么比他还紧张？我紧张什么？我是看他有点紧张。他紧张？这小子主意大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啊！马良是晚辈嘛，来，伯父我敬你。06年的波尔多现在喝最好了。来，曼莲。打扰了，热那亚鸡。
这道热那亚鸡，咱们中国人一般是受不了的，味道不是一般的怪。服务员，把这位先生的菜撤了，把菜单拿过来。好，我再给你点。不用了，谢谢。其实，搭配这款红酒，最好的食材就是鸡肉。咱们4个人当中，马良点的是最对的，只不过热那亚鸡的做法怪了一点。除了当地人，世界上还真没有多少人吃得惯。拿一些黑松露过来。好的。等一会儿你加一点松露再试一试，味道会变化很多的。啊，不用麻烦了，我吃饱了。我还有事要忙，先走了。你们慢慢吃，拜拜。这个马良，也不过如此，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您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好像没什么担当，倒是你太在乎他了。对了，叶伯父，我伯伯听说您来荣城，想请您吃顿饭。好，太麻烦了。不过没听说过白总还有个伯伯呀，也是做房地产这行的吗？那倒是要拜会一下。啊，我伯伯早就退休在家了，这回听说叶伯父来荣城，说是能为了我一定要见你一面。那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叶伯父。来啊，来，干杯！来，一起。来。这一片地方都是中庭绿地，这里应该是一个地下车库入口。靠着这栋楼应该有一片儿童活动区。这一井道最早叫做通潮巷，因为每天跟岷江的潮汐相通，所以水道特别发达。可惜这些水道不断的淤塞海道，今天绝大多数都看不到了。杜青岩，过来一下啊！你看看啊，图纸上说的这里是一组4栋29层高的楼，有没有发现这些楼的位置有问题？这边是西，这边是东。当夕照从这边落下的时候，你是说水龙吟对不对？啊，楼盘会影响水龙吟？我不太明白。哈，青岩，你比较有文化，你给他们说。啊，是这样的，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透过水龙吟排放里的镂空的炉下，映射到下面的石水中，波光粼粼，好像这条龙活了一样。只要有夕阳，只要有水，那么这条龙就一直盘踞在水里。马良是担心啊，如果这个夕阳被楼盘遮挡的话，那么这条龙啊就会失去生命，就失去了意义。真的吗？不会这么巧吧？那怎么办呀？你确定吗？我也不能确定。杜青岩，你去找个专家过来鉴定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小米，把那个图纸拿过来。好。哎，我看这件事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吧？楼盘设计和咱们又没有任何关系。你说什么呢？3坊7巷可是你家呀，有人在你家门口盖房子，你说和你没有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设计方面自然有专门的人监管，好吗？专门的人？专门的人在哪儿呢？我怎么一个都没有看见啊？好，娘，哎呀，老不要伴，不要吵，不要吵，别吵不要吵了。这样，我去找专家，尽快核实鉴定一下。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戏。就这样吧，回去了。走吧，走吧。来，啊，祝你们叶氏公司在荣城做强做大，干！好，谢谢。来，坐。好。曼玲今年多大了？快30了。哦，那也不小了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剩女喽。是啊，
我现在是黄金圣斗士了，离调到青铜去也不远了。年轻人打拼事业，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给拼剩下了。就说我这侄子吧，各方面都是很好的小伙子，也就这么剩下了。伯父啊，咱们今天不是不说这些吗？你让人家叶伯伯以为咱们这是干嘛呢？这是。是，我错了。罚酒，来白刚陪一杯啊！来，请。白刚啊，是因为太优秀，来，我也陪一杯，祝你早日脱下圣衣。叶伯伯，您真是太幽默了，我就借您吉言，早日脱下我这毛巾圣衣。来，外面的男音开始了，您很少来荣城，要不要去听一下？这家的男音表演不错，每次来我都要听上一段。伯父，我跟叶伯伯有几句话要说，您跟曼玲先去，我们马上就来。那好，你们聊。曼玲，我们先去。好，我们先去。去吧。好，走吧。请。来。那好，你们聊吧。啊，好。来，曼玲，来。叶伯伯，叶伯伯，今天请您来，一是叙叙旧，二是我有一些生意上的事，想听听您的意见。别这么客气，说吧。啊，是这样，我呢，除了文锦花园之外，还介入了一个叫文创园的项目。本来这个文创园我只是参与一下，坐收红利就行了。但是最近这个项目传来了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哦，我伯父在市里面有关系，我们打听到了一些内幕。市里面要将整个江滨地带的旧厂房和旧仓库统一改造，也就是说，文创园的规模一下子扩大了将近3倍。为了鼓励园内企业落户生根，市里面马上就要出台一些政策，有一大部分是针对园区的。再加上我们一些关系的运作，可以不夸张地讲，叶伯伯，文创园这个项目将来的回报率一定非常惊人。太好了！可是现在规模一下子扩大了这么多，这就意味着项目肯定要追加投资。但是这个操盘方不希望未来的股权结构太复杂，基本的原则是按照目前的股权比例让我们追加投资。可是您知道，我目前大部分精力都在文简花园上面，一时不好筹到这么多钱。但是股权转让给别人，明摆着是个损失。所以我想问问您，叶氏公司对文创园这个项目有没有兴趣？具体怎么做？按照成倍的原则，也就是说，我需要在文创园这个项目再追加5000万的投资，这样我才能维持我现在的股份。如果我不再追加投资，我的股份就会被稀释掉一半。你伯父的消息可靠吗？当然了，都是他留学时的一些老关系。这个消息他开始还不愿意告诉我呢。文人嘛，您知道的，看事情跟咱们不太一样。叶伯伯，文创园现在的所有股东都相互盯着呢。我之所以跟您说这个项目，一是我和曼玲的关系，这是我的举手之劳；二，我说句实话，我的资金的确是有压力，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可这股份明摆着给谁都是给，我干嘛不给您呢？我先谢谢你。那具体怎么操作？是这样的，我们2家公司，捷腾和叶氏之间要签一份协议。叶氏把资金注入捷腾公司在文创园项目中的股份，所得到的利润，我们按照投资比例分成。捷腾不是天行吗？叶伯伯，捷腾是我白刚自己的，是白家的独资公司。文创园的项目现在是捷腾在运作，跟天行没有关系。
多少钱？总投资要5000万，但我这边至少是占1半。至于叶氏的话，叶伯伯，您可以根据叶氏公司的状况来决定。这样吧，你把相关的材料整一份给我，我拿回公司讨论一下。好，没问题。但是叶伯伯，你一定要抓紧，狼多肉少，这帮人都盯着呢。好，我知道，我知道。来，叶伯伯，我敬你。来。爸。啊。你喝点茶。好。你哪里不舒服啊？我来给你捏一捏吧。啊，不用。那你早点休息吧，爸爸。哎，坐一会儿吧，有几句话要对你说。哦。和爸爸说实话，你留在荣城，是不是因为这个马良？哪有啊，爸爸你别瞎猜。是瞎猜吗？爸爸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你对他的那点心思我都看在眼里了。爸，怪不得你有高血压呢，原来你没事儿在家里呀光吃盐了。你以为耍贫嘴就没事了啊？老爸给你分析一下啊，一个男人如果满分是100分，我可以给白刚打85分，这个马良也就5分。您可以说的再低一点，5分都高了。身世、外貌，这些是父母给的，就不说了。钱也不说了，马良还年轻，可以没有钱。但是一个男人最应该有的是什么呢？不是才华，不是有趣，也不是个性，这些加起来也说明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品德，品德包括很多：责任、担当、忠诚、勇气、修养。我看不出马良的德在哪里。您说的这些东西，不是写在脸上那么容易就能看到的。您怎么知道马良就没有呢？哦，那你说说看，还有什么？他这个人感情专一，不会见异思迁、三心二意。他骨子里有一种可贵的坚持。还有，他宁可不要10万块的奖金，也要一句道歉。这就是我的诚意。今天先付你5万，另外的5万，只要我们的案子拿到，马上给你。牵你个头啊！他能为了尊严，轻易的就撕掉价值几百万的合同。我宣布，这场比赛21点认输。怎么了，马良？马良，你干什么？马良，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做得到的。这就是你喜欢他的理由？这还不够吗？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但白刚能有今天的成功，也许比他做得更好。你为什么不愿意去了解一下呢？爸，我根本就没有兴趣了解他。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白刚他这个人怪怪的，我好像听不到他内心的声音。是吗？那你想听听马良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吗？他从来就觉得像你这样的白雪公主爱上小矮人的故事不靠谱。这些是他的原话。你从哪里听来的？我先到他们公司见过他。马良，小伙子，看着很眼熟嘛。你好，叔叔好。马良，你怎么了？我爸不会吓到你了吧？
爸，你这样做，你让他怎么想啊？我管他怎么想呢？我就是要看看，这个让我女儿主动放弃了几百万合同的人是何方神圣。没想到竟是一个口无遮拦的毛孩子。你那么在乎马良的感受，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你老爸的心情？什么嘛，我们最多只是普通朋友罢了。交朋友可以，但是找老公还是要白刚这样的。爸，你好烦呐！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心里只有公司和你，根本没有地方放其他的东西。你是不是嫌我烦，要赶我走啊？你和马良是两个世界的人。别说了好吗？我困了，我去睡了。听爸爸劝，你们是不合适的。伯父，您今天演的实在是太精彩了，叶老头这回让您完全给蒙住了。还是你的轿子抬得好，我看老家伙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和你签合同了。那也是因为伯父您把叶氏旗下的那几个厂子逼得够呛，老家伙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咱们别互相戴高帽了，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做？现在叶老头已经认定您在市里面有关系，咱们只要继续演下去，等我在叶氏安插的人把局做死，叶氏就会乖乖的把2000万送过来。到时候你拖住他们的资金，我把那几个厂子彻底逼垮，让他们用厂子去抵他们的亏空。到了那时候，咱们就用他们自己的钱买他们自己的厂子。老家伙，就是死也翻不了身了。有时候啊，我都有点怕你，你做事情太狠了。狠吗？狠！我有更狠的，你还没见过呢。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报仇。我要漂漂亮亮的替我死去的爹把他扳倒。想好怎么脱身了吗？当然了，老家伙的心头肉可不是叶氏公司，到时候我会让他选，他一定会选他的宝贝女儿。那你到时候会放过叶曼玲吗？不，钱我要，人我也要。估计老家伙这时候正在家夸你能干呢，心里都快把你当姑爷了。可话说回来，你在叶氏的卧底很关键的，这个人是谁呀？你猜不出来。根据我的测算，水龙吟警官的损失大约在50%，特别是2月和8月份，损失会达到70%。教授，您这些研究能给我留一份当资料吗？当然可以。如果你们能够说服开发商改动方案，那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谢谢你，我们争取。袁荣，我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诚意和你们签约，为的是让你们专心做事，不是要你们多管闲事，你明白吗？袁荣，我告诉你，停工1天，我的损失会有多大？10几万，我要损失10几万。那你们就赶快改啊，不然你损失的不只是钱，你会被老百姓的唾沫淹死的。这就是你们的狗屁建议啊！还要拿掉一栋楼是吗？白总，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建议，我们还可以参考设计方面的意见，尽量把损失减到最小。什么叫减到最小？我要的是没有损失。我不是来搞公益慈善的，我赚着卖茶叶蛋的钱，你们还让我操卖原子弹的心，你们也替我想想行吗？多想一点，多想一点，哪怕就半点吧。你们的意思我明白，我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吗？但现在的设计方案已经通过了，如果还要再调整，除了本身设计的问题，还有很多手续要走，时
时间呢？我没有时间了。到底改不改？给句痛快话行吗？闭嘴！马良，你没有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啊！白总，你别误会，马良也是好意，因为这件事必须要由你亲自做主。这个事儿，您还是再三思一下吧。OK， 修改设计可以，但我也有我的条件。我现在缺的是时间，你们营销这块必须马上动起来，不能再拖了。我要你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方案做出来，这样等设计一敲定，项目就能马上启动，好吗？好，明白。白总，我希望下午下班之前，你们敲定之后给我个消息。我尽快。好，那就这样吧，打扰了。喂，工程部，通知工人赶快给我进场，先把地基打好，赶紧的啊！对。喂，冯馆长，我白刚。啊，白总啊，怎么又想起我这个老古董来啦？冯馆长，有件事情我想请您帮我参谋参谋。啊，什么事儿啊？我这最近不是开发了一个楼盘吗？碰到一些影响景观的问题，想请专家帮我出出主意。哦，好，好，好，咱们待会儿啊，文化局见。好啊。哦，哎，小杜啊，来，哎，坐啊，坐。馆长，你有什么事，就直接吩咐吧。啊，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春芳复制项目的事，我觉得可以做呀。真的？太好了！我打算让你负责这个项目，从申报到最后的实施都由你来抓，怎么样？谢谢领导栽培，谢谢领导栽培。哎呀，谢什么呀？这是好事啊！啊，对了，有个房地产的老板在三坊七巷附近开发了一个楼盘，碰上了一些文化景观方面的问题，想找一些文化界的专家一起出出主意。你晚上陪我一起去他那儿坐坐吧，啊？哦，是哪个项目啊？啊，文锦花园呐。好。青岩兄，给我这地方提点意见。哎呦，不敢当，不敢当。白总的私人会所雕栏玉砌，堪称琼台玉阁，真是大家风范。我呢，是个商人，房地产商人，大家对我们有看法，说我们是臭流氓、蝗虫、无赖、骗子。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同行不争气，干过破坏文化的事。但是我白刚不是臭流氓，不是蝗虫，更不是无赖、骗子。我会拿出我最大的诚意，多些和谐，少些破坏，这就是我的风范。好，说得好。那么我还想问一下白总，你对文锦花园的看法是什么？问得好。我今天把大家都请过来，也就是想敲定一下这个问题。袁荣，我要感谢你和马良对我的提醒。我今天一整天我都泡在文化部了，跟专家们在讨论，在商议。冯馆长，那就麻烦你给我们说一说。好，那我就简单的说一说。现在问题的焦点是水龙吟的光照景观问题。楼盘建成之后，的确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一点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影响的大小。哦，对了，小杜，你熟悉历史，你说说，水龙吟的牌坊有多少年了？好像是明清之际重修的。是啊，是明崇祯年间重修的，
如果是宋朝的东西，怎么可能保留到现在？啊？当然，即使是这样，它也存在了几百年，它的文物价值还是存在的，需要保护。大家讨论后的意见呢，就是整体迁移，这样既能更好地保护文物，也不影响开发建设。如果再造一座水龙吟公园，它的文物价值还能得到更好的挖掘。谢谢冯馆长。袁荣，你的意见呢？青爷，你觉得呢？我觉得像馆长所说的那么做，是最好的意见，最好的办法。就这么定了。我尽快让人起草相关的报告。只要市里面通过水龙吟公园的方案，我会在建筑上提供最大的支持。怎么样，满意吗？我 OK 啊。要整体迁移。是啊，他们还说了要建一座水龙吟公园。干脆建个水上乐园吧。我觉得还好啊，你觉得有问题？好什么好？那几根石柱子有什么可保护的？别卖关子了，爷爷。你还记得小时候在水龙池里让鱼啄你的脚丫子吗？记得啊。记得就好。你爸爸、你爷爷、我爸爸和我爷爷都在那水龙池里喂过鱼。啊？咱们这个三坊七巷之所以出了那么多的名人大家，都和这些鱼有关系。爷爷，燕婆说出这种话也就算了，怎么连您也信啊？这个鱼呀，在水龙池里面滋养它的是什么呢？是天地的精华，还有人间的灵气。这鱼呀，就好比三坊七巷的人一样，它就是天地人间精华灵气的一个互相传递。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啊，你说不清，但是呢，它是大自然的一个道理。那如果把鱼也一起牵走？土地、空气、阳光，还有世世代代留下来的这些精气神儿，是谁都牵不走的所以呀，咱们要保护的不只是这几根石柱子，是三坊七巷的魂，是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之心呐。天星公司的定金已经打过来了，白总已经答应了，方案到位后，马上就会打第一期执行款。真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一定行。所以拜托各位一定要全力开动起来，大家的分工不变。周三上班之前，我要看到所有的方案，有问题吗？没问题。小米，再给马玲打个电话。好。所有的相关问题都要考虑到，一定要小心谨慎。知道？好，我知道。文锦花园已经开工了，我知道啊，所以咱们更要抓紧进度。不行，问题解决之前不许开工。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水龙吟整体迁移，你也同意了？你自己看看，这个是文化界专家的会议纪要。不对，这事儿不对，咱们的思路被他们引开了。水龙吟不只是几根柱子，它不能迁走。可这明明就是几根柱子。可他们在这儿几百年了，它生了根了。水龙吟只有在这里才是活的，到了其他地方都是山寨。这不是咱们该管的事情，请你不要节外生枝了，好不好？水龙吟对我们来说是精神，是感情，是历史，你懂吗你？这个问题太深奥，咱们以后再讨论行不行？不行，我说的这些你要是不懂，就别在这儿瞎掺和。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意气用事啊？谁意气用事？我告诉你，我不准任何人动水龙吟。历史文物我不懂，但我相信文化部门的意见，我相信专家的意见。杜青岩是不是专家？他也同意这个方案。什么文化部门啊？
什么专家？有签名吗？都有谁啊？有录音吗？就凭他白刚一句话，他忽悠你呢！谁意气用事？我告诉你，我不准任何人动水龙吟。历史文物我不懂，但我相信文化部门的意见，我相信专家的意见。杜青岩是不是专家？他也同意这个方案。什么文化部？啊？什么专家？有签名吗？都有谁啊？有录音吗？就凭他白刚一句话，他忽悠你呢！你干什么，马良？你动动脑子好不好？水龙吟要被拆走，就要永远消失了。重建起来的东西什么都不是，这是犯罪。请你不要再胡闹了，请你冷静点行不行？我很冷静。你能不能为我们大家想一想，为我们公司想一想？这个案子我们努力了这么久，眼看就要成功了，你能不能不要拆自己的台，不要跟我们大家作对？你怎么说你也是三坊七巷走出来的人，我真想不到你为了几个臭钱就出卖自己的良心，我真为你害臊。哎，你说什么呢你？你坐下，跟屁虫！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听不懂吗？我现在宣布，所有人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现在通过一切渠道全力揭露文景花园的问题。马良，你真的太过分了！谁过分了？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种见利忘义的小人。方案不许停，所有人照我说的做，全力完成方案。散会。不许走，坐下。该干嘛干嘛去，这个公司我说了算。什么狗屁公司？老子不伺候！我辞职，愿意留的留下，愿意跟我走的，我们去开新公司。小马哥，你还是冷静冷静吧。我明白了，留下来有钱赚是不是？好啊，我一个人走，但是我警告各位，这个合同你们1毛钱也别想拿到。马良，别忘了我们是有协议的，你在合同上签过字。那我请假可以了，请长假。哎，那你跟辞职有什么区别？散会。你不生气了？有什么好生气的？早忘了。你老爸走了吗？走了。你给他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他给我的印象更深刻，真是措手不及啊！他是不是特得意啊？你胡说什么呢，马良？我爸才不跟你一般见识呢，他觉得你有点怪，但我帮你说了很多好话。那就谢谢了。你这个设计还有什么要求吗？就这些了。1周之内拿出来没有问题吧2天就行了。那多少钱？不要钱。什么？就当还你个人情吧。谢谢你的鸡。那怎么行啊？不收钱怎么行？你要是再说的话，我不做了。你这次是不是又辞职了？哟，这还不到1个小时呢，你怎么知道的？你那么关心我啊？这次又怎么了？为什么呀？看看这个吧，水龙吟。你和白刚这么熟，你去劝劝他吧，别光想着赚钱，积点德。这些都是真的吗？废话，假都把头给你。我要你头干嘛？白刚不是能被轻易说服的。好了好了，知道了，算了，当我没说过。你别着急，我会找机会跟白刚说说的。随便你吧，我快烦死了。走了。
你怎么来了？哦，我随便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随便走就走到我这儿了？有心事吧？进去喝杯茶吧。好啊。马良辞职是有点冲动，不过工地那边直接开工也是很过分啊。专家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把水龙吟整体迁移，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呀？我觉得这个方案太草率了。马良的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光考虑是没用的，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袁荣，我知道你很纠结，但是要做到问心无愧，眼光就应该放长远些。我知道了，我心里有点乱，谢谢你让我清醒。看来我来这里是来对了。不用谢我，袁荣，其实你早就想好了，只是不愿意承认。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是我是来给你送粮饷的啊，小马哥。哎，少来这一套叛徒！小马哥，我真不是叛徒，我只是在想，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没立场的东西。那你要我怎么办嘛？难道非要辞职才有立场啊？当然了，辞个破职有这么难吗？可是，要是我不辞职的话，我还可以给你通风报信呢。哦，原来你用心良苦啊！对呀，我才不信呢。就你那脑仁儿还没松子大。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有那么笨吗？我跟你说啊，小马哥，只要能帮上你的忙，我干什么都行。那好吧，你就把袁荣每天做的事情告诉我，还有天行公司的状态也要让我知道。明白。过来，这是我写的，帮我转发。好。方案还是不够好，你们要继续完善。我这边会出一个修改意见，尽快给你。好的。售楼的委托合同书，你看一下，如果没问题就签了它。谢谢白总。白总，您放心，我们会全力以赴。你们当然要全力以赴，看清楚，我另外追加了80万给你，今天就能打到你公司账上。这些钱是给你组建售楼团队的。白总，非常感谢。不用谢，袁荣，我想你知道。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些针对文检花园的负面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一些极其不负责任的言论，让我们很被动。你告诉我，除了马良，还有谁会这么做？马良已经辞职了。然后呢？袁荣，马良辞职是咱们签合同之后的事儿，我要你管好你手下的人，别拿马良辞职跟我说事儿，我不傻，你明白吗？我明白。
如果我继续看到这些报道，这会让我很不高兴的。白总，请你放心。你看怎么样？张老师。袁荣啊，来喝茶。啊，不用了。你这辞职上瘾啊！别闹了，回来吧。好啊。那水龙吟的事听我的。我刚刚已经跟白刚见了面，他让我来劝劝你。迁移的方案是专家评审过的，你别多此一举了。继续说。而且水龙吟的事不是你能改变的，白刚也有他的苦衷，你应该认清现实。不错，接着说。我相信，白刚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那他是哪种人？我的网络账号被封了，知道吗？如果他不是心里有鬼，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怎么能认定是他的？你对白总的偏见已经影响你的判断了。白总，你叫得真亲近啊！怎么，吃人嘴软了是不是？别废话，赶紧把你发的东西停了！你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句不负责任，你该跟白刚讲啊！你做事为什么要这么极端呢？你是真傻呀！我不知道他给你多少好处，你至于跑来这么游说我吗？我告诉你，我还就是要把他逼到绝路，我才爽。你何必呢？鸡蛋碰石头，知道什么后果吗？我想试试。你随便吧，我走了。房子什么时候开盘？哦，星期天。哎，对了，有一个小型的 party， 你一定要来捧场啊。哦，我不在。去哪儿？我要回老家给我妈妈扫墓，说好了周末在上海陪我爸爸。哦，什么时候走啊？明天一早的飞机。哎，那我们一起吧，我正好也要去上海和你爸签合同呢。什么合同？文创园的注资啊。什么注资啊？伯父没跟你提过吗？我这边的一个好项目，绝对的高收益，伯父也想投一些钱进去。他没跟我说过，我回去问问他。啊。我听别人说，有一些关于文景花园的负面说法。是有这回事。说是会破坏三坊七巷的景观，是不是真的？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我的设计方案已经改了3次了，为的就是不影响三坊七巷。要不是因为这个，房子现在都盖好了。但是外面说的好像很具体，问题很大呀。这是专家的结论，你看看。你知道，房子就盖在三坊七巷旁边，要说一点影响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影响控制在最小。网上的说法我都看了，抓住一粒芝麻就放大成了西瓜，还有一些干脆就是捕风捉影。现在商场上的风气不好，这完全就是一种攻击。曼良，我也是本地人，我很了解三坊七巷的价值。其实我也知道，这些言论有很多都是那个马良散布出来的。你怎么知道？马良从袁荣那里辞职，我想可能和我也有关系。和你有关？曼玲，我承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有才华的人有很多，
不是每一个有才华的人都像他这样，做事偏激，固执己见，行为浮夸。关于这些，我说过他几次。我想，他是因为这个对我不满吧。不过，我觉得他也不是个坏人，估计是被哪个竞争对手给利用了。他还是太年轻了。于是呢，雕出了2件大型的木雕，2件木雕合在一起，正是当时3方7相的真实面貌，合称为《方相春秋》。所以，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史料价值，这件东西都堪称国宝。可惜的是，大家现在只能看到其中一半的秋相，另外一半春芳的下落一直是个谜。大家可以自己看看。云茹，坐。干嘛坐立不安的？因为马良辞职的事上火啊？唉，辞职是小事，我心里乱，静不下来。哎，网上那些说法你看了没有？看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你既然来这里问我，就说明你心里已经明白了。你能不说鸟语吗？还不愿意承认。我承认什么？哎，承认马良说的对啊，那我还赚什么钱？承认白刚对啊，那我还怎么？你干嘛画高跟鞋啊？不是，我随便画的。哎，别，拿过来，拿过来。哦，你喜欢陈美丽。喂，小米，你戴罪立功的机会来了。我现在把一篇稿子发给你，你帮我发上，立刻马上，因为我的账号又被封了。快点儿！我来了。你怎么来了？看看你活干得怎么样了。我不是告诉过你，这2天就让你看到稿子吗？你烦不烦？我还有点细节问题，想和你探讨探讨。现在不行，我在忙。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过来坐。怎么了？说吧。我来其实是想告诉你。OK。喂，你过来找我一下。有事吗？你赶快把你网上发的那些东西删了，以后别再发了，明白吗？为什么？你摊上事儿了。这回不是我要找你，是上面信息安全科的人要我通知你的。说你在网上的言论已经影响到了舆论安全，要你以后小心点，别再说出格的话。让我小心点儿？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当然有办法治你。我说何苦啊，兄弟！你说的那些要是真的……你说什么呢？当然是真的。那就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吧。算了，跟你说不清。楼盘的事，我跟白刚说了。白刚他是怎么说的？我看他说的也蛮有道理的。所以我想，你说的这个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你看。
这个周末文景花园即将开盘，最近几天咱们会格外的忙碌，尤其是你们几位售楼代表，你们要尽快熟悉楼盘，和执行公司做好对接，好吗？有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好，吴越，媒体这块有问题吗？都安排好了。唐小米，啊，好了，东西已经传给天行了。鉴于你比较了解网络，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你去做，我要你监控一下针对文景花园的负面言论。监控？这怎么监控啊？你只要把链接地址和 IP 地址收集起来，给我就好了。可这有很多是小马哥的。我知道。怎么了？我做不了。袁总，小米最近太累了，这些事情我来做吧。小米，今天我放你一马，下不为例，好好想想吧。开始工作了，散会。走吧，抓紧时间。你刚刚在电脑里看到的，也就是夕阳落到那个角度的时候，就是水龙云最漂亮的时候。而在每一天，这样的时候只有短短的5分钟。我看网上大家都在激烈的争论，水龙云到底要不要签？我觉得其实不用多说，只要到现场来看一看，答案就已经有了。归根结底，我们要保护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是它承载的故事和精神，以及国人的感情，而不是几块石头。水龙岩这样的柱子，和他脚下的土地是分不开的。只有在这里，他才是活的；也只有在这里，他的那些故事才能延续下去。第一次听他这么认真的去说一件事，原来他也不是一直吊儿郎当的。放心吧，我会帮你的。冯馆长，您这篇文章把网上的以讹传讹批得体无完肤，太精彩了，我敬您。说真的，为了这篇文章，我翻的资料啊，没有1车，也有8斗了。冯馆长，您真是辛苦了，我也来敬您一杯。好，谢谢啊。辛苦不怕，我怕的是那些没文化、没素质的愤青，误导了民众。馆长，您这回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张总，拜托您在您的报纸上，帮我们把这篇文章大力推一下，您看好吗？没问题，回头你把你的电子版传给我，我和专刊部负责人交代一下，争取做大一点，做个专题，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袁荣，明天再增加一个开盘广告，就用这个专题，好吗？好的。来祝白总开盘大吉！来，谢谢啊！来，曼玲，真没想到你会过来。我跟几个文化圈的朋友正聊天呢，你要不要一起坐一会儿？啊，不了，我一会儿还要赶飞机呢，车在外面等着我呢。哎，不是明天早上的飞机吗？我不想起得太早，所以改了晚上的。临时想跟你说句话，所以就过来了。什么事？说吧。我下午去工地看了看，我感觉网上说的很有道理，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应该认真的去考虑一下？你去工地了？怎么了？曼玲，你相信那个马良，不相信我是吗？你别误会，这可不是相信谁不相信谁的事情。房子盖下去，再拆就来不及了。我不希望你将来后悔。
曼玲，你去工地这件事，本身对你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的这种做法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伤害，你不会吗 Frank， 这件事情真的很抱歉，但是我觉得这是大事，还是要慎重一些，免得以后出乱子。那你说，你想我怎么做？我想要你马上停止水龙吟迁移的方案。曼玲，水龙吟迁移方案完全是专家的意见，我为这个方案跑前跑后，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现在就因为马良的一句话，你跑过来让我把它改了，曼玲，我做不到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们要保护的不只是几根石柱，还包括他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空气，那些都是那种美丽的一部分。没想到，你现在眼里只有那些天马行空、胡说八道的话，是吗？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是太小看我了。我不是傻子，我有自己的眼睛。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看到的，我用自己真实的体会去认知和看待这件事情。我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白哥，请你相信我好吗？这个马良他……对不起，算了，我心情不好，你别介意。没关系，我知道因为这件事情你压力很大，但是这是大事，容不得犯错，容不得一点闪失。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走了，如果有什么进展，随时给我电话。我送你。哦，不用了，客人还在等着你呢，你进去吧。好，我走了。刚哥，怎么了？凡，我知道，我听爸爸说了，那个叫马良的小流氓在网上攻击文景花园，真讨厌。可叶曼玲她不应该呀，你一心想帮她，处处为她着想，可她却和这个马良搞在一起，忘恩负义。你胡说什么呢？哎，你不相信呀？你不信妹妹说的话，我可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在文景花园工地上看见他们俩手拉着手站在工地上指手画脚，那可是一点都不避讳。行了，你不觉得叶曼玲在玩弄你的感情吗？我都替你不值，就马良那个小痞子，也配跟你白刚争女人？好了，闭嘴。你说你去工地了，你会去工地吗？丽娜，我谢谢你，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马良 ，OK？ 还有，现在已经很晚了，你该回家了，你爸爸会担心你的，好吗？哎，叶曼玲今天就回上海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让你在夜市是干嘛的？我要他的详细行程，详细的。对不起，刘总。我不想听对不起。再有一次，你知道后果。最近你要多跟他说说文景花园的消息。我在叶老头那儿做文章是需要空间的。我知道了，白总。真乖，早点休息。叶是未来的总经理。妈，我在荣城过得很好，工作也很顺利，很开心。您不用为我操心，我会好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万玲啊，
妈那会儿常对我说，女孩子啊要宠着，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别让女儿太辛苦了，安安稳稳比什么都好。可你就是不安稳呐，从留学到创业，老想着跑出去。小华，咱们的女儿就是这样的命，你也想开点吧。不过你放心，我只要有一口气在，一定要让她过得幸福。马良，你是我的幸福，为什么你总让我这么忧郁呢？怎么回事？我让你找人灌水，你做了没有？我做了呀，我找了好几个大 V 帮你说话呢。可人家报纸上的文章实在太猛了，人家随便一出版就比咱们有说服力多了。什么说服力？袁荣这2天做什么了？他就是一直很纠结。他活该。一个大男人一点主见都没有，还算男人吗？他到底干什么了？哦，他就是做了一个关于水龙营公园的设计，哎呀，就是和那家报纸合作的，明天就启动了。爸，爸。啊，白钢那个文创园的入资项目，会不会做得太大了？我怎么老觉得有点担心呢？你的公司我都没管，你一回来就管起老爸来了。我那个小公司对叶氏来说无关痛痒，可是您这次停了2个厂子的生意，这对叶氏可是伤筋动骨的。放心吧，你老爸又不是毛头小伙子，这个项目的回报率实在是太大了。更重要的是，白钢的伯父有势力的关系，那次你不也看到了吗？靠谱，咱们那2个厂子也算是夕阳产业了，就算再坚持下去，也未必有大的转机。这样的话，那好吧。哦，最近常和白钢见面吗？有啊。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你有没有往心里去啊？你说的是什么事儿？你和白钢的事儿啊。我没有想法，那就随缘呗。爸爸是过来人，你和马良真的不合适。爸，我们不说这个，行吗？哎，马良，你来，这是今晚慈善酒会的门票，你替我去一下吧。啊？酒会？爸，我不想去。不能不去，这是代表叶氏公司。那让其他人去吗？我不想去。哎呀，今天晚上参加的都是各界名流，你去多认识一些人，对你以后有好处。爸，我不需要认识什么名流。听话，啊！怪不得您不让我住在老家，原来是这个意思。什么交际酒会？好烦人呢！我真的不想去。什么？你不去？喂，你老爸不心疼死啊？这可是10万块一张的门票哎！10万？是啊，你不知道啊？凭什么？抢钱呢？是啊，抢钱，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被抢，都还没有资格呢。怎么回事？因为这个慈善酒会，全上海1年就办这2次，全都是上海最有头有脸、最拔尖人物参加的。一开始啊，确实有很多慈善活动是靠这平台促成的，只可惜啊，好景不长，不
到2年的时间，全都变了味了。怎么了？因为慢慢有很多的富二代出席这个活动，就变成他们炫富斗气的平台，也有不少的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那里找门当户对的对象。明白。那你呢？你也是来泡妞？哼，是啊，去泡妞，我去泡你。那好啊，我们别去了，行不行？我们一起去打篮球，好不好？你开玩笑呢，小姐，我是去拉生意的。拉什么生意啊？哎，我的律师事务所是全上海最贵的事务所哎。这种场合，我是必须去露露脸，这人家才会信你，这点道理都不懂。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好了，那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不要，你陪我去。我不去啊。我有我自己的工作，很重要的。别跟我老爸说，不然你就死定了。你就会欺负我。哦，看前面。好。拗不过你。你好，欢迎光临。杜青言，哎，这家店你来过吗？没有，我不穿高跟鞋。傻样儿，这双鞋啊，是本季的新款，一只就3、4千了。而且这个牌子每季都会有新品推出，价格不变，从不打折。如果你娶了我，能让我天天穿新鞋吗？恐怕你连一个鞋跟都买不起吧。当然，我不是让你现在就能满足我，可我要看到希望。我为什么喜欢袁荣呢？因为他能让我看到希望。而你呢？你跟他比差远了。鱼丸可是这里的特色，没看出来你很懂哦。请我吃吧。我答应了吗？住在这里就是邻居，有什么答不答应的？3坊7巷的老邻居，用一生心相连。你的文景花园。归根结底，我们要保护的到底是什么？是它承载的故事和精神，是国人的感情，不只是几块石头。水龙云的这些柱子，和他脚下的土地是分不开的。只有在这里，它才是活的；也只有在这里，他的那些故事才能延续下去。喂，干嘛？喂，你在干什么？喝酒啊。少喝一点酒，对身体不好。哎呀，我忙得要死，喝酒当解乏了。忙什么？忙什么？光水龙吟就够我忙了。你别着急，咱们把所有该做的都做了，不管结果怎么样，自己不后悔就好了。你说的还真轻松啊，不关你的事，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在3坊7巷开公司，当然关我的事情了。好啊，那你管吧。你呀，去告诉白刚，让他马上停工，不然就跟他断交，行吗？你只要能做到，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怎么样？先不说了啊，拜拜。叶曼玲。Hello， 酒会好玩吗？还没睡吧？我在你楼下呢，下来吧。啊？
上来，没事儿，你上来吧。每次你心情不好，都要叫我弹琴给你听，你知不知道啊？要听我吴阿根弹琴，可是要收很多钱的。哎，想什么呢？啊？你有没有过不由自主的去想一个人的感觉？有啊。每次当有人欠我钱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想起那个人，这算不算呢？看样子是真的啊，不开玩笑。是谁呀？是一个比我小5岁的男人。啊？不会是马良吧？啊！我也是突然才有这种感觉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你呢？我吴阿根，我才不会为了哪个男人去神魂颠倒呢。看来我的好兄弟啊，是真的爱上喽。爱？我是爱上他了？祝贺你啊，兄弟，你终于找到自己想要的爱喽。那怎么办？从现在起呢，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你可以尽情的去爱，因为在爱情的领域里，它有可能是个美丽的天堂。你可以尽情的去享受爱情的甜蜜，但是有可能是个血淋淋的地狱，你会为爱痛不欲生。当然啊，你也可以当作一切都没发生过，重新做回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如果你是我的话，那你怎么做？不要问我，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你应该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是我比他大5岁，我离过婚，而且我还做过他的老板，还有……这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重要吗？你爱上他，这种感觉就够了，你要好好把握。我想你是不会放弃的，因为你是叶曼玲。有几个人能发现真爱？你没有去爱，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我支持你，勇敢去爱。我们是最好的兄弟。我真的还可以马良的感觉呢。
卑鄙、龌龊，有种单挑，老子等你！二货，来，快尝尝，我今天特意泡的茶，特别香。谢谢啊。资料找好了吗？好了，找了可多了，都放在会议室了。好喝。你没觉得我今天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吗？真没有啊？你想说什么啊？没事儿。那我去叫他们开会。哎，等等，你还是先去找找杜青言吧，让他跟你好好说说。咱们用这些资料的时候也好有个头绪。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老让我去找杜青言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他这个人各方面都挺优秀的。老实告诉你吧，他昨天请我吃饭了，后来就向我表白了。再然后呢？告诉你，本姑娘不同意。我知道他是个好人，可我要找的不光是一个好人。我仔细想过了，我再不济也得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你给我的邮件我收到了。是吗？好啊。怎么样，干一架吧？来啊！都多大了，还干一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公司。哎呀，没有我们，只有你。不管怎么样，我始终记得，这家公司是我和你共同创立的，我们所有的理想、抱负、成就，都在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先赚到钱。但前提的前提是，钱不是这样赚的。明天就要开盘了，只要再过3天，就会有300万到公司的账上。拿到这个钱以后，我们可以洗手不干，想干嘛干嘛。马良，为了我们，你再忍3天。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亏心钱，不能赚。我就是不明白了。我按合同办事，拿应得的报酬，我亏什么心呢？你这是为虎作伥，你是危言耸听。袁荣，你回头吧。我真心劝劝你，水龙吟公园的设计真的不要做，好不好？晚上有个鸡尾酒会，就在我的会所里，来的都是荣城的大企业家，你也过来吧，认识点朋友，朋友多好办事嘛。文景花园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哦，我正打算跟你说呢，我已经跟董事会申请了修改方案，不过现在只能暂时把对水龙吟影响最大的2号楼冻结掉，暂不发售，等方案定下来我们再说。水龙吟的迁移方案已经写好了，看一下。董事会一直催我赶紧上报，但是被我压下来了。水龙吟的事是自己的事，我要谨慎处理。对了，明天开盘，你过来捧个场。好啊。哎，
到饭点了，咱俩一起去吃个饭。啊，不用了，我还有很多事情。曼玲，你不要这样，神经一直紧绷着会断掉的。改天吧，好不好？等修改方案的事情定了，我请你吃饭。你说的，你请我。继续操心你的水龙吟吧，再过几天，你们叶氏的2000万就是我白刚的。喂，我回来了。不用跟我报告，挂了吧。水龙吟的事。哦，来我家吧。我跟白刚已经聊过了，他真的很尽力了。现在2号楼已经不发售了，水龙吟迁移的方案也被他压下来了。你别那么不开心了，好吗？我开不开心，你管得着吗？这是缓兵之计，你明不明白？他真的很有诚意啊！你会下象棋吗？会一点点。怎么了？你难道没有感觉到，水龙吟这件事情就像下象棋吗？没有啊，怎么说？他现在最急的是什么？是工期。他为什么把方案压下来？是因为那个报告本身就会把工期拖下来。他诚心就是要先斩后奏，先制造舆论，把局面稍稍稳住，然后就直接施工。只要楼盖下去，那拆就牵扯大，基本是没有可能的。这个时候他再打报告，上面不批都不行。他已经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都僵死了，你这都看不出来啊！我跟你说，你的脑仁就是松子儿。不对。你的脑仁啊，也就芝麻那么大吧，而且是芝麻糊。我饿了。那我请你吃饭。不用了，就你那一勺芝麻糊啊，还不够我塞牙缝。走了。喂，肉燕吃不吃？吃。走吧。曼玲，不好意思啊，有点事情耽搁了，没赶上你的仪式。没事，都是走过场。情况还不错吧？还行，你来看。小心台阶。来，你看啊，这儿就是原来2号楼的位置，现在已经全部拿掉了。这几栋楼的朝向现在都会调整，这样就绝对不会影响到水利。怎么样？你的修改方案什么时候才能够实施啊？我肯定尽快。我想知道尽快是有多快。我不是怀疑你，但是这件事情牵涉到了太多利益，现在有风言风语说你是先斩后奏。白刚，你也不想让自己的名誉受损吧？你说对吗？曼玲，我虽然是个总经理，但这种事必须要经过董事会才能决定。但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曼玲，我都做成这样了，你还要我怎么做？啊？马上停工。新的设计方案通过之前，售楼也最好暂停。你考虑一下。曼玲，我虽然是个总经理，但我不是万能的。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我相信你的实力，我会一直支持你的。那我先走了，辛苦你了。不送。拜拜。拜拜。文简花园能不能建已经不重要了。叶曼玲，我知道是谁送你的。马良，你想挑战我，那咱们就试试。有。
会儿结束以后，带所有人上3楼烟火厅，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喂，我刚刚丢了个东西，想给你看看。请。尤里安，开灯。这是微缩的水龙岩的排放。那天夕阳透过排放，照在水龙池水面上，映照出来的排放上镂空的龙影，好像一条鲜活的龙游曳在池水当中。漂亮吗？漂亮。送给你。送给我？不要紧的。根断了，反正还能当盆栽玩玩，你说呢？尤里安，把盆栽给远走。陆雪，你这是什么意思？根断了，水龙吟的根是什么呢？哎，青岩兄弟，你怎么了？无精打采的。哎，来，进来喝杯茶再走，我还有事找你呢。什么事啊？哎，帮我看看这幅画怎么样？看看那边啊。好。是仿的，真高，一说就准。哎，你赶快给我看看，它要是真的，它能值多少钱？这个我怎么能说了算呢？不过唐伯虎的这幅画确实炒作点很高，具体数字我怎么能说清楚啊？哎呀，随便说说嘛。我已经买了股份。什么？股份？啊，这个在文交所已经挂上牌了，原始价位2000万，我买了100股。100股是多少钱？啊，2000块一个原始股，总共只有1万股。我买的时候，这个画已经涨到3000万了，也就是说一股涨了1000。那你能赚10万呀？我也只是碰碰运气。我刚得到可靠的消息，这幅画已在文交所挂牌了。你说，到时候拍1个亿，没问题吧？1个亿啊！你也可以玩一把嘛。这幅画啊，这个阶段在波动，肯定有资金在洗盘。现在又跌到2000多万了，快到原始价位了。你要出手啊，得抓紧赶快。这个东西我可玩不起，我没有钱啊！哎呦，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啊，哎，文交所它就是文化交易，哎，凭什么那些暴发户在里面赚钱呢？你们这些真正的文化人，就不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钱呢？你还没有女朋友吧？没有。这个世界啊，真是现实啊！什么情什么爱，最后不都一个钱字？你要是有了钱，这满世界的姑娘不任你挑吗？这
娶了我，能让我天天都穿新鞋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袁荣吗？是因为他能让我看到希望。而你呢？你比他呀可差远了。金岩兄弟，你要是想交易，告诉我，我这儿有户头，你也不要再开户了。我走了，走了。哎，你好好想想啊！哎，好，留步吧，抓紧啊，留步抓紧！哎，好好好。白刚，你电话里说的那些话什么意思啊？我说的很明白了，咱俩没有关系了。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于琳娜，你要是再来骚扰我，那我只能报警了。我劝你回家当你的大小姐去，我可伺候不了你了。这是为什么呀？不为什么 ，OK 吗？难道你一点都没爱过我吗？哎呦，你是在逗我笑吗？爱没爱过？你没病吗？咱们之间谈得上这个词吗？我对你好，是因为你爸爸提醒我，等价交换很公平。我对你已经很仁慈了，我可没碰过你，要懂得感恩，于大小姐。你无耻！我于丽娜到底哪点对不起你啊？我最好的岁月都用来陪着你了，你现在居然跟我说这些，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呢？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我对你是真的，我是真心爱你呀，哥哥。那是你一厢情愿，我让你陪着我吗？这跟良心没关系，是你脑子不好，好吗？我会让你连总经理都做不成的。哎呦，好，说你脑子不好，还在这儿丢人现眼。你觉得我都跟你说这些了，还在乎当总经理吗？快回家吧。啊，走吧。你等着，我等着。流氓，你等着。注意安全。耽误时间。二位您看，您刚才看的这个18号楼盘吧，位置非常好。我们主要想给孩子呀选择婚房。哦，是。白总你好，咱们这儿的房子特别好。您好，户型可好。我是三盛公司的法律顾问，我姓钱。哦。啊，请坐。我受三盛地产的委托，向您转达以下几个信息。由于天行公司拒不采纳我公司提出的暂缓工期、调整设计方案的建议，所以我公司决定退出文锦花园这个项目。退出文锦花园？放着现成的钱不赚，你们想什么呢？哦，请听我说完。我们公司先期投资的项目的所有资金不撤回，该项目以后的所有运作不得以我公司的名义运行，该项目造成的所有后果均与我公司无关。这是相关的法律文书，请贵公司尽快审阅。我们奉劝天行集团也不要继续下去，水龙吟的保护是大家的责任。我听说那个叶小姐对你有意思啊！拜托，你别在别人吃饭的时候说这种话。
会害死人的。我知道你没往这儿想，不过还是先得给你提个醒。我凭什么不想啊？我当然想了。你看啊，我要是娶了叶氏集团的千金，怎么说也是个亿万富豪了。到时候光宗耀祖啊！闭嘴！脸婆活了这么大年纪了，什么没见过？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要想清楚啊。这姑娘人是不错，问题是年龄摆着呀。哎，她可是比你要大5岁呀。你知道为什么自古以来都是男大女小吗？这女人不禁老啊。你看，除去年纪不说，哎，她一不婚，哎，你可以不在乎，哎，但是别人。干嘛不接我的电话？啊，我请你喝茶吧，好吧？走了，快点，走了。不知道他听到几句，这回尴尬了。要不要说？死就死了。以后你不许不接我的电话。哎呦，你说什么呢，姐姐？我又没有卖身给你，这是我的自由，好吗？我不管，我也不想听。你就是不能不接我的电话就对了。以后我必须知道你在哪儿干什么，不然我会很担心，很困扰的。姐姐，你别这样好吗？你这么做让人家还以为你在追我呢。已经有人说闲话了，咱注意点行吗？我喜欢你。我是在追你啊。怕什么？有什么可注意的？姐姐，你跟我开玩笑吧？好啊，那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等我3年啊，不，5年。等我把小梦追回来之后，她做大，你做小，行不行？哎呦，你那是什么表情啊？要不你做大，她做小？开不起玩笑了。啊，不跟你玩了。我走了。你站住！干嘛？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叶曼玲说话算话。白刚那边也是因为我喜欢你才帮你的，我喜欢你有错吗？我就是喜欢你，喜欢。请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我是不会放弃的，玛雅。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不对，要冷静，玛利亚，一定要冷静。哎呦我去，这都什么事儿？告诉你个好消息，复制春芳的项目通过了。真的呀？财政昨天从局会上通知的，财政拨款100万。这么多，太好了！还好我让你往高里报，不然哪有这个数啊？我还从你的材料上看，你们有些资料是从英国得到的。对啊，很好啊。我们去一趟欧洲，除了英国，再多去几个国家，再多弄些资料回来。经费就从这个项目里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都已经找好了。除了咱们俩，还有张处长、于处长也一起去。你英文好，跟英国方面联系一下，让他们出个邀请函啊。领导，
我觉得全博物馆的人都应该去，但是呢，我不去。啊，哎，对不起了。我喜欢你，我是在追你啊，怕什么？有什么可注意的？请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我是不会放弃的，马良。不管怎么样，总算把话说出来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真想赶快见到他。请进。我辞职了。怎么回事？我说服不了董事会，就翻脸了。怎么会？董事会那些人太固执了，我说服了三盛，却说服不了自己人。三盛？三盛公司已经在我的建议下退出项目了。真的吗？其实，我也理解董事会那帮老家伙。现在房地产不好做，像这样一个项目，利润只有20%几，一栋楼要是少了20几层，根本赚不着钱。曼玲，他们太贪得无厌了。但是你也不用辞职啊，白刚。这不像你啊，这么冲动。我也要有点血性，我要让你看到我的态度。不然，你老觉得我是个大坏蛋。这下好了，我中立了，完全支持你。这次，你牺牲的太多了，真的感谢你。没什么。那以后呢？以后你有什么打算？还没想好，我觉得休息休息吧。前段时间实在太累了。哎，对了，我弄到了2张蛋糕天堂的票，想不想去看？蛋糕天堂？耶！百老汇，非常出名的一出音乐剧。我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看音乐剧。这回这个非常棒，是概念的，而且还现场烹饪，现场给观众品尝。肯定有意思。我就知道你会感兴趣。那明天晚上我来接你，去厦门。厦门？对呀，全当放松一天吧，陪陪我。OK？ 哎呦，别犹豫了，1280的票，不去就浪费了啊！抱歉，我真的去不了。哎，好吧，那我安排一下，争取去，可以吗 ？OK， 明天等我电话。走了。天气预报说厦门最近有小雨，要不要多带件披风？不用了。
我看你精神好像不太好，是不是没吃早餐啊？我去帮你拿。哦，吃了。我睡得不太好，没事儿。喏，你的方案。这么快啊？废话，我神笔马良的外号被叫了几百年了，你以为是白叫的？我去倒茶。你熬夜了？当然了，当我真是神仙啊！这个设计，这么短时间不熬夜怎么做得出来呀？吃东西了没有？吃了，姐姐，你赶快看吧，看完了告诉我行不行？啊，好啊。丽丽，你等一下。你陪白刚去厦门吧，你告诉他我临时有急事去不了了。这怎么行啊？快去，快去！不行，这算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跟他说？你随便说。好了，去吧啊！我看一看啊，等会儿。喂。啊？接电话。哦，没关系。白总，对不起，叶总他去不了了。怎么回事？他临时有急事。他在公司吗？他在。嗯。让开！哎，不错啊。那没问题了吧？我走了。急什么？一起喝咖啡啊？你坐。我有几个其他的案子，我拿不准主意，你帮我看看好不好？哎，等水龙云的事情过去再说吧。白刚辞职了。辞职？对啊，他说他因为想说服董事会修改方案，结果产生了冲突，他一生气就辞职了。啊，这小子没看出来啊。其实啊，白刚这个人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差了，他就是有点固执。你看什么？漂亮。你说什么？我说你做的是漂亮，说话算话。啊！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见你夸我呢，我心里还真是有点感动呢。哎呀，我夸人是发自内心的，每一次都很值钱，你可要好好珍惜哦。当然，我会珍惜的。你别误会。我走了。马良，你帮我吧。来做我的设计总监，办公室的位置还给你留着呢。你可以提任何的要求，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的。你说。别闹了，姐姐。曼玲，你怎么了？说好的事说变就变。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今天必须赶出来。马良是我的设计师，对不起啊，我实在是走不开。丽丽没跟你说吗？真的非常不好意思。OK， 就算我自作多情。你别这么说，是我的问题，你别生气啊。
我的意思是，你别误会啊，真的。好了好了，姐姐，剩下的我一个人能搞定，你就放心吧。你们去吧，我走了。